从公元220年曹丕篡位到589年杨坚建立隋朝统一天下，期间历经369年的魏晋南北朝，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混乱也最疯狂的时代。没有哪个时期像这样，皇帝如走马灯般更换，宗室互砍，权臣捅刀，皇帝快成了消耗品，既有一统天下的豪情，也有亡国被俘的屈辱，既有名士风流的雅韵，也有百姓流离的血泪。今天咱们就按时间线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拆解开，看看这369年里到底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公元220年，一代枭雄曹操前脚刚病逝，其子曹丕就按耐不住，硬是逼着汉献帝盖章退位，就这样存续407年的汉朝就此灭亡。曹丕登基后改国号为魏，史称曹魏。曹魏开张后，远在成都的刘备坐不住了。第2年，他打着汉室宗亲的旗号扯旗称帝，建立蜀汉，誓言要兴复汉室，可心里惦记的却是给关羽报仇。孙权本打算派人弹劾，结果刘备根本不理，带兵一路向东无进攻，结果夷陵之战，陆逊一把大火烧的蜀军所剩无几，刘备只能带着残兵逃亡白帝城，之后气急败坏的他一病不起。公元223年，刘备在白帝城病逝，临终前将蜀汉和自己的儿子刘禅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。而孙权为了避免被曹魏和蜀汉两面夹击，于是选择了向曹丕称臣，被封为吴王，并拿到了加9锡的最高礼遇。公元226年，在位6年皇帝的曹丕病逝，儿子曹睿继位，也就是魏明帝。诸葛亮趁此机会先后5次北伐，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最后因积劳成疾病逝在五丈原。随着诸葛亮的去世，蜀汉的国力开始迅速走下坡路。公元229年，孙权终于撕掉伪装，在武昌称帝，东吴正式立国，定国号为吴。别看孙权称帝最晚，可东吴却是三国里活最久的，称了59年。公元239年，魏明帝曹睿病逝，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，由曹爽和司马懿一起辅政。曹芳为了排挤司马懿，将他封为并无实权的太傅，实际是明升暗降。就这样，司马懿和曹爽争权夺利长达10年之久。公元249年，曹爽陪着曹芳去高平陵扫墓，司马懿一看机会来了，趁机发动政变。曹爽没扛住压力，直接选择投降，结果被司马懿满门抄斩。从这以后，曹魏的大权就落到了司马懿父子手里。公元255年，司马师在率军征战的归途中病逝，其弟司马昭接过了朝政的掌控权。他的野心比哥哥可大得多，不臣之心更是不再遮遮掩掩。公元260年，曹髦忍无可忍，召集百官说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”然后带着几百个侍卫就想去杀司马昭，结果被太子舍人程济当场赐死，年仅19岁。曹髦死后，司马昭拥立曹奂为傀儡皇帝。就在司马昭掌控曹魏朝政的时候，蜀汉那边日子也不好过。诸葛亮死后这20多年，姜维带着蜀军前后11次北伐，连年征战早已掏空国库，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。再加上刘禅宠幸宦官，朝堂上乌烟瘴气，大臣们互相扯皮，蜀汉内部乱成了一锅粥。公元263年，司马昭瞅准机会，派18万大军直扑蜀汉。刘禅一看这架势，直接打开城门投降，存在43年的蜀汉就这样退出舞台。公元265年，司马昭病逝，儿子司马炎接班，袭封晋王。第2年，司马炎如法炮制，逼着曹奂禅让，曹魏也成了历史，晋朝正式登场，史称西晋。公元279年，司马炎下令伐吴，动用20万大军。东吴虽说是三国里活到最后，但实力远不如此时的西晋，所以西晋仅用了4个多月就攻占了东吴的都城建业，孙皓也只好投降，东吴也彻底退出舞台。司马家靠着一系列操作结束了三国乱世，让天下重归一统。本以为这下能太平了，可谁成想几10年后，他们自己就把华夏大地推进了更惨无人道的深渊。公元290年，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，呆傻的司马衷登基，皇后贾南风和外戚杨俊为了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，西晋宗室瞬间乱成一锅粥。公元291年，贾南风发动政变，利用楚王司马玮诛杀了权臣杨俊，八王之乱就此拉开帷幕。由于太子司马昱并非贾南风亲生，于是心狠手辣的贾南风于公元299年以蓄意谋反为由，设计害死了太子司马昱，以此引发宗室愤怒，
赵王司马伦便联合齐王司马囧，以谋害太子为由发动政变，把贾南风及其一众党羽杀了个干净。可贾南风死后，八王之乱并未结束，司马家的王爷们像疯了一样互相厮杀，没完没了，国力被折腾得越来越弱，并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，更是引发了五胡乱华、血洗中原的可乘之机。西晋的江山也开始摇摇欲坠，匈奴、羯、鲜卑、羌、氐等少数民族看准时机，蜂拥而入中原，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几十个政权，其中比较厉害、存在时间长的有16个，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五胡16国。公元318年，西晋的末代皇帝晋闵帝被匈奴人刘琮杀害，西晋51年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。五胡乱华期间，北方汉人遭受大肆屠杀，中原大地一片血腥。为了活命，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拖家带口逃亡南方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关南渡。在此期间，皇族后裔司马睿也随迁徙大军南下建业，寻求发展。司马睿在王导、王敦兄弟2人的辅佐下，得以在江南立足。当司马睿得知晋闵帝被杀的消息后，在建康称帝，史称东晋。司马睿就是晋元帝。东晋虽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，可司马氏在政治上却没什么威望，朝廷大权几乎全被士族掌控，在政治上靠的是王导，在军事上靠的是王敦。当时人们就说王与马共天下，但司马睿心里清楚，自己不能一直被王家牵着鼻子走，更不甘心当个傀儡皇帝。为了振兴皇权，司马睿开始重用刘奎、刁协、戴渊这些亲信，想借此削弱王导和王敦兄弟的权力。可这样一来，彻底惹怒了王敦。公元322年，王敦以清君侧为名，起兵攻入建康。司马睿没办法，只好派使者求和，才勉强平息了这场王敦之乱。公元323年，司马睿在忧愤中去世。之后的东晋，内忧外患不断，皇权一直被门阀士族架空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的五胡政权里，前秦的实力最强。公元383年，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，亲自率领100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，想一统全国。结果在淝水对峙时，前秦因为战略失误，军心不稳，被东晋的8万兵力打败。淝水之战惨败后，前秦瞬间土崩瓦解，好不容易统一的北方又陷入混乱。公元386年，之前被前秦灭掉的拓跋鲜卑卷土重来，拉起了一支队伍，建立了北魏。此后，北魏一路开疆拓土，先后打败了高车、柔然、后燕等对手，势力不断壮大。到了公元439年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统北方，终于结束了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将近150年的中原混战。与此同时，东晋由于长期被门阀士族把控，内乱频发，国势每况愈下。就在这乱世的局面中，刘裕凭借硬实力，北伐南燕，西征乔蜀，相互仇持，还把北魏的铁骑打得落花流水，先后共有6个皇帝死在他的手里，因此被称为6位帝皇丸。公元420年，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，改国号为宋，史称南朝宋。立国103年的东晋灭亡，司马家族也被刘裕满门抄斩。可刘裕死后，他的那些子孙一个比一个离谱，一个比一个荒唐残暴。当上皇帝后，不是想着怎么治国，而是琢磨着怎么才能玩出花样。先是宋前废帝刘子业，杀大臣就跟剁咸菜一样，手起刀落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对待自家长辈更荒唐，把叔叔们抓起来当猴耍。刘裕因为长得胖，就给他起了个猪王的称号，还弄了个木槽，让刘裕趴那儿像猪一样吃饭，就为了图个乐子。不但如此，《宋书》还记载，刘子业不仅跟自己的亲姐姐、姑姑乱伦，出游的时候还让宫女们光着身子互相追逐，甚至让侍从当着他的面侮辱妃子和公主。之后的宋后废帝刘裕更狠，一天不杀人就浑身不舒服，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，朝政乱成了一团麻。身为宰相的萧道成实在看不下去，于是收买了侍从，趁机除掉了刘裕。然后他拥立刘裕的弟弟刘准当皇帝。公元479年，权臣萧道成逼着刘宋末代皇帝刘准禅位，自己当了皇帝，建立了南齐。刘宋这59年的历史就这么结束了。可南齐却成了南朝最短命的王朝，仅仅存续了23年，换了7个皇帝。萧道成一死，萧家的败家子们就开始陆续登场。先是萧昭业，只当了1年皇帝，就把家底挥霍得差不多了，还跟继母通奸。之后又出了个萧宝卷，更是奇葩中的奇葩。他生活奢靡，荒淫无度，还特别残暴，疑心病更重，
几乎把朝中大臣杀了个精光，南齐的江山就这么差点被他折腾没了。公元501年，雍州刺史萧衍实在看不下去，于是起兵打进建康，废掉萧宝卷，立他弟弟萧宝融为帝。第2年，萧宝融又被废，南齐灭亡。萧衍自立为帝，建立南梁。南梁是南朝最鼎盛的时期，萧衍就是梁武帝，他在位48年，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。可他到了晚年，做的事就很离谱了，先后4次出家，每次都得让大臣们凑钱把自己赎回来。他对官员的贪腐行为还特别宽容，国政越来越败坏，最后还闹出了侯景之乱。之后南梁皇室为了争皇位，竟然去求北齐和西魏帮忙，结果南梁的大片土地被占领，从此奠定了南弱北强的局势。而北魏这边，拓跋焘死后也乱过一阵，但很快一位厉害的女政治家冯太后登场，她杀伐果断，先后辅佐文成帝、孝文帝2任皇帝，2度临朝称制，是北魏太和改制的实际策划者，为后来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公元490年，冯太后病逝，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。4年后，他以伐齐为名，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，开始全面汉化改革。穿汉服，说汉语，改汉姓，还鼓励鲜卑贵族和汉人联姻，参照魏晋制度改革官制。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，但也让鲜卑贵族内部产生了矛盾，为北魏分裂埋下了隐患。公元523年，6镇起义爆发，虽然最后被平定了，但这场持续3年的起义把北魏政权折腾得摇摇欲坠。边镇豪强尔朱荣趁机崛起，掌控了朝政。公元530年，尔朱荣想篡位，带兵逼近洛阳，结果在入宫朝见时被孝庄帝元子攸亲手斩杀。孝庄帝还没高兴多久，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就带着骑兵打进洛阳，活捉了孝庄帝。尔朱荣死后，他的手下高欢收编了6镇残余部队。公元532年，高欢打进洛阳，立孝武帝元修为帝，自己当大丞相，掌控大权。然而孝武帝不甘心沦为傀儡，于是密令贺拔岳除掉高欢。贺拔岳接到命令后，便前往北部边疆杨庄，以布置边疆防务为名，在元州木马为借口，安营扎寨数十里，屯兵关陇，与高欢形成了相互忌惮的北魏2大军事集团。同年，高欢派左丞翟宗出使关中，试图拉拢贺拔岳与后莫陈悦的关系。然而贺拔岳却被侯莫陈悦暗杀于平阳。贺拔岳死后，关陇将士们推举宇文泰为新统帅。宇文泰上任后，率军攻打侯莫陈悦，威震关陇。他积极拉拢关陇地区的豪强大族，与他们结成攻守同盟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关陇集团就此诞生。不久之后，孝武帝元修与高欢决裂，西迁关中，投奔宇文泰。高欢以元修弃国逃跑为由，废弃了他的帝号，另立元善见为帝，史称东魏。535年，因为孝武帝和堂姐元明月乱伦，宇文泰觉得他不配当皇帝，先杀了元明月，后又毒杀孝武帝，立元宝炬为帝，建立西魏。北魏就此分裂成东魏和西魏。公元547年，东魏权臣高欢病逝，他儿子高澄和大将侯景不和，侯景害怕被杀，就带着河南13州投降南梁。梁武帝想借侯景的力量北伐，结果引狼入室。高澄派慕容绍宗打侯景，梁武帝派萧渊明支援，萧渊明却被俘虏。东魏提出和解，侯景怕自己被出卖，就假冒高澄写信给梁武帝，说用萧渊明换他，没想到梁武帝真同意了。侯景因此大怒。公元548年发动侯景之乱，侯景带兵打进建康，把梁武帝幽禁在台城，最后梁武帝被活活饿死，享年86岁。侯景还让士兵在建康烧杀抢掠，3000多名文武百官被杀，南梁的江山彻底崩塌。公元550年，东魏的权臣高欢之子高阳废除了孝敬帝元善简，建立了北齐，东魏就此灭亡。与此同时，南朝也遭遇了巨大的灾难。侯景之乱给南朝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，而北朝的北齐和西魏则趁机吞并了南梁2/3的土地，西魏的国力因此陡增，这为隋朝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公元552年，侯景之乱被平定，陈霸先在平乱中崛起，掌控了南梁军政大权。东魏和西魏这边，高欢和宇文泰虽然没称帝，但实权都在他们手里。公元556年，宇文泰病逝，把权力交给侄子宇文护。第2年，宇文护废了西魏恭帝元阔，
立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为帝，建立北周，西魏灭亡。在同一年，陈霸先废除了南梁境地消防制，建立了陈朝，南梁就此灭亡。至此，天下形成了南陈、北齐、北周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在这三个国家中，南陈实力最弱，而北齐最为强大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强大的北齐却最先灭亡，而弱小的南陈却存活了最久。北齐的灭亡其实早在其建立之初就已埋下伏笔。北齐政权过度活化，大力提倡鲜卑文化，其核心力量主要是六镇流民和关东士族，军力确实强大。可北齐的皇帝大多荒淫残暴，父子兄弟之间争权夺利屡见不鲜，甚至给狗马封官赐号，荒诞不经。因此北齐也被称为禽兽王朝，其皇帝个个纵欲无度，最终胡乱杀人。新皇帝登基后必定屠戮宗室，导致北齐宗族势力迅速瓦解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。再看北周这边，宇文护掌权长达15年，在短短3年内就杀害了宇文觉、拓跋廓、宇文毓3位皇帝，堪称屠龙专业户。直到周武帝宇文邕即位，才设法除掉了宇文护，夺回了大权。公元577年，宇文邕率军灭掉了北齐，北方再次实现了统一。然而，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却在第2年英年早逝，年仅36岁。公元581年，杨坚接受北周境地宇文阐的禅让，改国号为隋，北周就此灭亡。而南陈这边，自从陈霸先去世后，他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，尤其是后主陈叔宝，整日沉迷于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，说的正是他这种荒唐行径。元589年，杨坚派遣晋王杨广攻打南陈，活捉了陈叔宝，南陈也宣告灭亡。华夏大地在经历了自东晋立国以来长达260年的大分裂之后，终于再次归于一统。从东汉灭亡到隋朝统一，这漫长的369年，华夏大地经历了最黑暗、最混乱的分裂时期，无数百姓在战乱中丧生，无数文明成果也险些断绝。但正如古语所说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。虽然南朝的4个朝代都很短暂，但它们使得汉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。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则进一步加快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。在胡汉交融、南北汇通的过程中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重生，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此后，华夏大地将迎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——隋唐盛世。